等级加1，宿主当前等级10万级。10万级？我这次竟睡了2万多年，睡得有点久啊。不知不觉，已经活了10万年了。2万多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，而我又变得有多强了。竟敢无视我！死吧，蝼蚁！记得下辈子注意点儿。好疼！这么硬，挨我一爪子，不仅没事，还把我反伤了。这小子的肉身是什么做的？走着走着，突然给我一巴掌，这叫什么事儿？道友，误会。看一眼就爆炸了，我都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打我。得极力压制力量，不然以后都没法跟人交流了。回长生门看看吧，也不知道那个随手建的宗门怎么样了。古有仙人一剑削平云峰，立长生道统。仙人心善，经常接济一些年轻貌美的魏王人，还收留7名孤儿，细心栽培7人进正大帝，造就7帝病逝之盛世。后仙人忍去，7帝飞升，唯有玄机大帝正道留守，独撑宗门万年。如今玄机大帝地魂将息，各大宗门虎视眈眈，眼看就要彻底没落，实在可叹。魏王人那段删了，那要不再改改？我这还有一版本。删了。谣言都传成什么样了？喂，醒醒！上班期间不要睡觉。啊！你谁？怎么进来的？我来看看小杨。杨玄机，听说他要死了，我带了口棺材。放肆！竟敢诅咒玄机老祖！用力，打人都没力气，还修什么仙？当初那7个弟子在我身上练手时，起码还能让我觉得痒。岁月如刀斩天骄，长生路上叹叫绕，苍天啊！长生门真的要毁在我手上吗？我是不是真的要死了？怎么好像看到主人了？师兄师姐，此人很古怪，深不可测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硬闯我长生门？老祖，都散了，全部退离，无我号令，不准踏入长生殿。主人，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好意思，睡过头了。所有人都走了，只剩我守着宗门，宗门重担全压我身上，再也不能四处游玩，我太难了。都虚成这样，还惦记玩乐？我7个弟子皆是巅峰大帝，为何最后是你守门？他们全都飞升仙界了，压根儿不带我。守成这副模样也好意思说？当年让你好好修炼，你终日流连风月，如今修为垫底，寿元将尽。不是我猜，师兄们走后，世间妖孽轮回强者层出不穷，我处处被针对。再说当初是你带我风花雪月的吗？主人，
临死前能不能赐我仙药，让我一步通仙，长生不老？你想屁吃！我就给你带了口棺材，专程回来给你送终。这是养神棺，取自上古灵龟，入棺可滋养神魂肉身，睡一觉就能满血复活，活出第二世。日后你可自行冲击仙界，趁神魂未散，赶紧归体入棺。我门下萧诀、洛清雪分别是荒古圣体、太阴神体，皆是大帝之资，麻烦主人悉心教导。另外帮我撤了护宗大阵，我长生门无需依仗阵法。聒噪，快去睡。我主人回来了，这世界该颤抖了。那人到底是谁？师尊怎么没对他动手？我怎么觉得好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不是吧，师妹？你看人家长得俊就玩这套，俗不俗？说什么呢？我真觉得见过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熟悉，但就是说不上来在哪儿见过。不会吧？师尊的地魂消散，长生门真的要完了吗？这人到底是谁？竟敢坐在主位上？弟子萧诀拜见开山祖师。弟子洛清雪拜见开山祖师。我等拜见祖师。免礼。看来那雕像也不全是摆设。祖师，师尊他睡觉去了。以后长生门的事跟我说，不用摆出这副要灭门的样子。他死不了。如今大长老是谁？回祖师，我叫沈清苍，先前宗门内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由我来打理，照常运营，解决不了的事再来找我。该干嘛干嘛去。以后你们两个跟着我修行。是祖师。以后叫门主，别叫祖师，像个老怪物。门主，如今宗门除您外，只有沈清虽大长老是圣境巅峰，其余5位长老都在至圣初期或中期。灵脉所剩无几，药源已经行迹，我们在如今的圣级道处里，已经算最垫底的了。这落魄的不是一星半点啊！你两个如今年龄多大？修为几何？回门主，我今年150岁，清雪142岁，我俩的修为现在都是至尊初期。我那7个徒儿在飞升前，想必留下了不少功法武技吧？门主，上面的奥义实在太难懂了，只是历年来也只有师尊我和师兄能参悟一点点。这7个兔崽子也真是的，搞那么大难度干嘛？既然功法武技不缺，你们现在就缺资源了。这东西倒是好办，很快自会有人送上门来。焚天门圣女焚嫣然前来拜访，居然挑这个时候，真是一刻也等不及了。走吧，有人来送礼了，看看去。连护宗大阵都消失了，玄机大帝一死，长生门竟无准帝之掌，何其可笑！不知焚天圣女莅临，所为何事？退婚。 2年前老祖为了联姻，送去一件准帝兵当彩礼，只求他们日后照拂一二。如今老祖帝魂刚散，他们居然就上门退婚，这在九州大陆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唉，杨玄机这小子尽做败坏名声的事儿。好俊，这世上竟有如此俊美之人。不对，他是谁？为何坐在门主的宝座上？退婚没问题，随便退。不过记得把那件准帝兵还回来。哼，堂堂长生门送出去的东西还要收回来，不怕天下人耻笑？实话告诉你，这彩礼不退。退婚不退彩礼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不就是骗彩礼吗？那准帝兵
你确定不退？不退，你们又能怎样？莫非还想与我焚天门为敌？呵呵，不退就好办了。你们长生门竟敢杀我焚天门长老，难道要与我们焚天门为敌吗？哼，为敌？与长生门为敌？你们配吗？直死！一天一回一等，只要开口说就会死，不能开口，绝对不能开口。回去跟你们老祖说，明天亲自把准皇兵送回来，别让我亲自走一趟。还有，退婚纠正一下，是萧诀休了你，分得清主次吗？回答呢？嫣然，知道了。嫣然定将前辈的话带回去。滚吧！太可怕了，越英俊的男人果然越危险。祖师神威，有祖师在，我长生门必能重回巅峰。多谢祖师护佑长生门。3位至圣境强者皆在顷刻间毙命，且是一个人所为。长生门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位强者？老祖一下子让我们折损了3位至圣境长老，这长生门也未免太过猖狂了。我安排3位长老跟着焚嫣然去退婚，本想给他们一点威慑，未曾想竟一去不复返了。嫣然，你亲眼看到李长生亲自动手杀死的焚离他们3位长老？其实也谈不上动手，大长老怎么死的，我并没有注意到。至于另外2位长老，我只看到李长生随手一挥，大长老就躯体化作齑粉了。9长老刚要说话，又被他一瞪，也跟着灰飞烟灭了。总之，很可怕。这是大帝的手段。大帝，老祖，长生门又出了一位大帝。应该不是，长生门底蕴深厚，那几位离去的大帝应该留下了不少对敌的手段。李长生应该是借助他们长生门大帝留下的力量，配合自己的动作表演，来达到吓唬人的效果罢了。大帝留下的手段就这么用在至圣境身上，这长生门还真是败家。长生门估计是在杀鸡儆猴，而我们恰好是撞到刀口上的鸡，真是一点便宜也不给我们占啊！真是这样吗？可我当时真切感觉到，那是李长生自己的力量，绝非借助外力。老祖，那准地兵姑且先送回去吧。长生门底蕴还在，就先让其他势力去把他们的底蕴耗尽吧。我们不做这个出头鸟。那3位长老的性命难道就……这件事姑且等我突破到大帝再说吧。如果我突破至大帝之后，长生门还尚在的话，老祖要突破大帝了。我已经摸到门槛了，过2日我就要闭关。在我闭关的这段10月，不要节外生枝。谨遵老祖之命。派人把准皇兵送去吧。嫣然，死了3个至圣境而已，你且稳固道心，这一切都不算什么。嫣然知道了，老祖。这焚天门未免也太怂了吧！可惜了，本想着先找个宗门解解乏，他们居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禀门主，肾虚门派人前来拜访。什么门？肾虚门，此门乃是新兴的准地级道统，向来和我们长生门不对付。他们如今有2位准地，10几位至圣境强者坐镇，形势愈发猖獗。2年前，他们就重伤我们10名弟子。如今玄界老祖地魂消散，他们怕是来者不善。肾虚门倒是会取名字，希望他们能硬一些，不
不要让我失望。杨玄机地魂已散，长生门不足为惧。想必这位就是长生门新任门主吧？肾虚门少门主禽兽，见过门主。听闻贵宗玄机大帝地魂消散，我们老祖深感悲痛，特意让小辈来慰问一下贵宗。未曾想玄机大帝落得这般黯然仙逝下场，真是令人惋惜，还请各位节哀呀。这人好装啊，上来就一副欠揍的样子。本来还想问问来干什么，算了，忍压再说。当然了，贵宗如今实力大减，我们为了……大胆！见到本主既然不跪，你有寻死之道！少门主，混账！把我们少门主整哪儿去了？什么？不是，你们别卖我啊！我问，你答，饶你一命。这力量远远超过了准帝，长生门竟又诞生了一位大帝。是，来长生门干什么？跟着少门主来联姻。联姻？谁跟谁？那禽兽曾遇见过圣女，并色迷心窍，此番是想趁虚而入，逼迫联姻。哼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就这么让他死了，倒是便宜他了。只是来联姻这么简单。我们门主一方面让我们联姻吸引注意，另一方面派人悄悄去占领贵宗西边的3条灵脉。我就知道没憋好屁。门主，西边镇守3条灵脉的长老和弟子全部失去联系。走吧，你们3个带我去看看。是，门主。萧绝、清雪，该死！这世界上怎么能有如此英俊的人？这小白脸是谁啊？怎么跟清雪走得那么近？他看我的时候怎么那么谨慎，仿佛怕失去什么一般。好奇怪的人啊！萧绝、清雪，我听说禽兽那小子带着人来你们长生门提亲了。萧绝，这兔崽子在哪儿？他要是敢借势逼迫你们长生门让清雪嫁给他，看老子不一剑把劈了他！哎，柳一命，你来晚了。不是吧，清雪？这肾虚门和禽兽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不能嫁给他。走，清雪，咱们不要受这世俗的宗门陋习限制，我带你远走高飞，浪迹天涯去。嘿，你想屁吃呢？还带我师妹浪迹天涯？肾虚门少盟主不是好东西，你又是啥好东西？那总比那个少门主好吧？不是，你们长生门真的跟他们结亲了？怎么可能？那肾虚门的人呢？我得到的消息是他们已经来了。不在了。沈老，老祖让我告知贵宗，当年杨玄机老祖的恩情，柳云宗不会忘。若有需要，我们和长生门共进退。柳老祖有心了，这份心意我们长生门记下了。这位是？怎么看到他这副模样，心里莫名有些好气，又不知道在气什么。这是我们长生门的门主。哦，失礼了，门主你好，我叫柳一命。不对啊，这人是谁？我以前经常来长生门，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位新门主？你好，门主，我经常来你们长生门串门，以后多多关照。没问题。大长老，灵脉那边的传送阵还能用吗？刚才我用神识感知了一下，我们长生门和那边灵脉据点的传送阵联系，发现传送阵已经被破坏了。行吧，把地图拿出来给我看看那3条灵脉的位置。对了，门主，你们这是要去干嘛呀？我们长生门新的3条灵脉被肾虚门占领了，我们要去看看。就你们4个去吗？要不要我回去摇人？不用。那能不能带我一个？我也是至尊修为，说不定也能出点力。那好吧，出发吧。门主，我这儿有一个飞行速度极快的飞舟，是我们老祖特意赏赐给我保命的，要不……这……萧兄，你们门主这是？不可说，
不可言，在一旁好好看就行。灵脉里全是肾虚门的人，有一位至圣境强者镇守，但我们的弟子长老和矿工都不见了，也没有任何战斗痕迹。什么？是你们？我问，你答。我们长生门镇守这里的弟子和长老去哪儿了？全被你们杀了。没有。那他们去哪儿了？门主，他应该是被人种下了限制灵誓，一旦说出秘密，便会身死道消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接下来……走吧，去下一条灵脉据点。老实交代，人都在哪儿？怎么又是碰瓷？真是麻烦。走，上他们宗门看看。啊，这么突兀吗？要不准备准备，或者我去马些人，跟我们老祖说说。不用。不是哥们儿，你玩真的啊？咱们就5个人来讨伐人家宗门，会不会有点太嚣张了些？我好想走，不跟你们一路了，可以吗？小熊，怎么不劝劝你们家门主？咱们这就他一个主力，你们对他的实力这么有信心？不可说，不可言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废话，这可是我们祖师，我们怎么可能对他没有信心？好好看吧，等下亮瞎你的钛合金狗眼！莫名其妙。这门主也看起来也不像是送人头那种人，姑且先留下来瞧瞧形势，若形势不对，直接捏令牌让老祖来救我。莫非镇守灵脉的长生门弟子和长老全被他们镇压了？那为什么一具遗骸也没有留下？难道报成其反？门主，据说这肾虚门从内到外共有6座法阵笼罩，外3层里3层，从外到内1层更比1层强。肾虚门曾对外宣称，这6层法阵是一座地级法阵，固若金汤，能抵挡大地强者1个时辰强攻。不知门主有没有准备好攻阵利器？准备了。在哪儿？拿出来，让小辈我也开开眼界。在这儿。好简单啊！看来这肾虚门法阵也不过如此嘛。看他们吹得天花乱坠，现在看来就是6层纸糊罢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门主有一点强？走吧。何人闯我肾虚门？好特别的欢迎方式。本来以为进来要有一场大战，我都准备求助老祖了，现在看来自己好像有点多余了。长生门，都别飞上去，有古怪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飞上去的人都莫名其妙爆炸了？不要停啊！继续上来送啊！小爷我烟花还没看够呢！这长生门门主真太猛了！诸位，不知是你们？看你用的兵器和着装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想必有一定的地位吧？问你一个问题，能回答，留你一命。好大的口气！不知阁下是长生门门主？这长生门何时多了这么一位强大的门主？为何之前从未听过任何消息？莫非是长生门偷偷培养起来的？我们长生门镇守3条灵脉的弟子和长老，你们应该没有杀吧？他们被你们弄哪儿去了？记住，这是你能保留全尸的唯一一次机会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好吧，你放弃了一次保命的机会。再不出来的话，你们肾虚门就要解散了。没想到长生门竟又出了你这么一位强者。大帝嘛，
这长生门还真不愧是曾经九州大陆的霸主，底蕴不是一般的深厚啊，总能莫名其妙的冒出一位大帝。看来你们两个应该就是肾虚门最强和最老的了吧？我们长生门镇守3条灵脉的弟子和长老被你们抓去哪儿了？打一场，你赢了，告诉你。那行吧。什么？还需要打吗？李长生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凶猛。阁下果然厉害。不过，阁下既然出了一招，也得让我出一招不是？不然未免太不公平了一些。莫非这人还有什么下手？哦，那你出招吧。好恐怖的气势！看好了，这一剑！逃！千万不能回头！开什么玩笑？随手一点地就神形俱灭了，太恐怖了！对不起，老弟，这人太强大了，太强大了！不是吧？搞了这么大的阵仗，结果就这？原本以为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呢，没想到这肾虚门老祖就是个怂货。想逃，逃得掉吗？还好，他好像没有追上来。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我们长生门的人被你们抓去哪里了吗？我说是云帝大人。云帝？云帝是谁？他来了！又来这招，想来这人也是被种下了什么灵矢吧？这云帝到底是谁呀？我就是云帝。天阶斗技被刺！后背有点痒。怎么可能？咦，好像没死，是分身，还是那人似乎并没有死，估计是分身，或者是修炼了什么涅槃功法。该死，怎么会有这么硬的人偷袭别人，把自己一条命玩没了？李长生绝非等闲之辈，必须立马报大祭司。虽然这肾虚门的所有强者都是被门主秒杀的，我们只是清理了一些小兵，但好歹也出了力，这功劳算在大家身上，没毛病。偌大的肾虚门就被我们给打败了，我们5个真厉害啊！现在真想立刻回去跟师兄师弟们炫耀，我和另外4人一起攻破了一个大宗门，我没有给宗门丢脸。这攻破宗门跟我们4人有啥关系吗？不都是门主一人把肾虚门强者给镇压的吗？不过柳一命说的也有些道理，反正见者有份嘛。是啊，我们5个人真厉害。门主，我活了10万年，坐看潮起潮落，不知看过多少王朝覆灭和宗门兴衰，内心早就毫无波澜了。门主，那逃跑的老头？哦，已经死了。门主，可有从他口中问出我们长生门镇守3条灵脉的长老和弟子们都去了何处？那些长老和弟子加起来有3000多人，3条灵脉又有至圣境长老镇守，怎么可能一点战斗痕迹和尸体都没有？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和之前一样，都没有问出多少话，就自爆得魂飞魄散了。不过他在死之前倒是说了4个字，叫什么云帝大人。哦对了，你们知不知道在这九州大陆中有谁叫云帝的？从未听说过这么一号大帝，估计是肾虚门背后之人吧。能不着痕迹地抓走3000多人，估计也就大帝有那能耐。
且秦山死时有人暗中偷袭我，估计就是那个云帝了。秦山和秦海身上的气息不是主流修炼而来，更像是献祭流或者收割生灵气血的法门。抓走3000人，莫非也是为了献祭？哦，对了，说一下肾虚门在外的地盘和灵脉要源，我等下去一并征服了。你们回去派人过来，把肾虚门的清查一番。是，门主。这肾虚门在外还有10来个重要地盘和据点，已经搜遍了肾虚门所有的地盘和周围一带，怎么会完全没有发现关押我长生门弟子的地方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免得我不在期间又有不长眼的家伙跑去长生门找麻烦，只能先行回去了。以长生门现在的强者配置，还不足以分散那么多人去镇守那些地盘，得炼些丹药和符箓提升整体实力。我对修仙界的炼丹和符箓之法一直很好奇，无聊时学的那2手倒也能派上用场。我的符箓只要在特定材料上写个雷、炎或快，便能发挥奇效，只要材料承载的处就是精品。外界说长生出品必属精品，但我实在纳闷，那些炼丹师和符箓炼这个东西要那么久，真有那么难吗？安排人把这些药材和兽皮材料全部搬到后山。门主放心，我这就去安排人手搬运。把这些丹方和符箓配合表拿去，让他们分门别类全部整理起来。父亲，我要退出柳云宗，加入长生门。你小子又发什么神经疯？你可是柳云宗的少宗主，未来继承人。为了去追长生门的洛清雪，竟然要退出宗门，这传出去要闹天大的笑话。父亲，我觉得加入长生门真的更有前途。那门主兄弟太厉害了，这次我们5个人一起闯进肾虚门，他一眼神就一个长老，连准帝中期的秦海老祖被他随手一点就灰飞烟灭了。那手段太神奇了，等我学好本领，以后弹个响指就打败敌人，那才威风。我是去学本领的，等学好本领，我一定回来。你那是奔着修炼去的吗？你个兔崽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父亲，反正我就要加入长生门，除非你打死我。你个逆子，滚吧滚吧，以后别回来了。没有你来烦我，老子还能多活几百年。谢谢父亲，等我学成归来，亮瞎宗门内那些长老和弟子的狗眼。滚滚滚！唉，这逆子！老祖，您为何要放任柳一命加入长生门？刚才我去了一趟肾虚门，肾虚门确实被倾覆了。什么？那小子说的竟然是真的！整个宗门就地解散，肾虚门已是了无人烟。没想到长生门竟又出了一位实力超然的大帝，老祖，这就是您让柳一命去的原因？不，陈峰，你知道2万多年前长生门被世人称之是什么吗？称它什么？长生仙门。我对本门弟子和长老一视同仁，每个境界都准备了丹方，绝不亏待任何人。巴掌大的材料便能做一张符，正好给每个人做一套攻防速度兼备的符箓。门主，药材都组配好了，兽皮、兽骨，还有上了年纪的树皮也拣选完毕了。门主要亲自炼制丹药和制作符箓，今天真能见识到祖师的手段了。萧兄、清雪、门主，嘿嘿，我又来找你们了。柳一命，你咋又来了？师妹送了他那么多好人名言，他还能这般锲而不舍，毅力真惊人。嘿嘿，我这次来是因为正经事儿。门主，我想加入你们，不知能不能行？加入长生门？你不是柳云宗少宗主吗？加入我们长生门，成何体统？我已经退出柳云宗了，我现在已经是自由人了。希望门主你能够收纳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。不是吧，老弟，你退出柳云宗，你爹不得打死你？为了加入长生门，我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，不碍事。
哼，你小子还真是个孝子。这小子前几天跟我颠覆肾虚门，定是看中我那些手段，想来抱大腿。我现在只想跟门主学本领，一心向道，其他的皆是浮云。佩服佩服。嘿嘿嘿，这是我从宗门存库偷出来的资源，有灵石、灵药，希望门主笑纳。既然你这么有心加入长生门，那便留下来吧。多谢门主，从今以后，我柳一命定会为长生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柳一命，那你以后不得叫我师兄了？哎呀，去，咱俩各论各的。对了，你们拿这么多灵药放在这里做什么？门主要炼制丹药，这么多药材炼制成丹药，这得多辛苦啊！门主，要不要去青州炼丹公会雇人？就一盏茶的功夫而已，不用那么大费周章。至圣境药材虽然少，但也够如今门里那件至圣境用了。守魂，好强大的丹气波动！这么快就炼成了？这就成了？这么多8品丹药，整个青州8品炼丹师极少，炼一颗要大半年。门主随手一搓就20几枚，好吧，是祖师那没事了。这也成？可惜门中缺少高级灵药，否则地灵丹我也能随手捏来。多谢门主赐丹。这是7品丹药，能提升至尊境修为，你们先收着。等会儿召集全宗门，统一发放。好久没用这支笔了。门主，这是昨天您带回来的至圣境巅峰蛇妖的血，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们3个把那些兽骨、兽皮还有树皮切成巴掌大小，然后拿过来。门主，都切好了，都在这里。没想到一觉醒来还要操心这些，那7个兔崽子怎么就全飞升上去了？罢了，就当是练字了。拿去前方的空中试试威力。门主亲自写的符，我还真想看看有什么威力。威力还不错。这威力，起码能杀死一位没有防御措施的至圣中期，玩炮仗危险啊！回来了，柳一命，接着这张符。门主，这是何意？你将那张符拍在身上，萧绝等下往你身上丢爆炸符。嘿嘿，柳一命，等会儿我会丢得很准的。这不好吧？那爆炸符估计能死至圣中期啊，我怕吃不消。没事，那硬符族是防御型的，拍在身上就不会有事了。怎么感觉在拿我做实验啊？走就走，看是你的爆炸符厉害，还是我硬。咦，这防御符箓居然真的连一点震动都挡下了！啊，这都没死？怎么，你很期盼我死是吗？刚才你丢的可真准啊！这不是为了测试防御型符箓有多硬吗？我对门主很有信心的。写的差不多了，走，去长生殿，召集全宗门长老弟子。这些丹药是我亲自炼制的。多谢门主赐丹，突破了，我终于跨过这道坎了，我终于成了。虽然没有当场突破，但我已经摸到准地的门槛了。总算是像点样子。萧绝，你们把这些符箓平分给弟子们。
拿好了，这爆炸符能炸翻至圣中期，打不赢的时候就炸它。如果距离近，就把这硬磁符拍在身上，符箓质量我都替你们试验过了。快字符能进行几次远距离瞬移，给你们逃跑用。多谢门主赐福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大家该干嘛干嘛去。门主，方才传来消息，清风阁投靠了冥王宗，霸占了我们的药源。清风阁、冥王宗，这两个又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清风阁原本只是我们青州内一个小小的势力，靠着给我们长生门打理一片药园发家。当年长生门鼎盛之时，地盘太多，便培养附属宗门帮忙打理灵药田。我们拿种子要来茶生下，10年上供一次，上供灵药数量占一片田地灵药的60%。在诸多附属宗门当中，当属清风阁发展最好，因为他们负责打理的那片药田底下有一小团万物土，在那片药田上种植的灵药，1年就有其他地方灵药的10年长势，10年便相当于100年宝药。因为那片药园还有我们长生门的庇护，清风阁水涨船高，如今也是跻身圣地行列，有5位至圣境坐镇。过去1000年虽说我们日渐式微，但有杨玄机老祖还在，他们依旧规规矩矩的上供。只不过就在3天前，上供时间已到，但他们并没有如期上供。我派弟子去问，他们说从此脱离长生门，拜入冥王宗山头，今后就上供冥王宗了。他们还对外宣称，说什么他们苦长生门久矣，说的像是我们长生门长期压迫他们一样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对我派去询问的弟子出手，若非门主赐下的符箓，那名弟子估计就回不来了。至于冥王宗，是如今青州唯一的地级道统，宗门鼎盛，他们的老祖是5000年前成功正道成帝的明帝。明帝刚成帝时和杨玄老祖打过一架，这明帝战力十分凶猛，杨玄机老祖败下他半招。唉，杨玄机这小子是真的菜呀，一个刚晋升大帝的玩意儿都打不过，给人家当了踏脚石，真是给我丢脸。走吧，我去看看这清风阁是怎么一回事。你们3个也要去吗？我们练习技能也练累了，想出去走走。行吧，那走吧。好大的雪，好兆头啊！哈哈哈哈！这一步雪便是一方灵晶啊！走吧，咱们也不飞行了，就踏着雪给老祖宗报喜去。好大的雪，6月风雪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！里面最强和最老的，给我滚过来送死！不好，那是长生门的沈清僧，来者不善，二弟随我上去。怎么会这样？长老都爆碎了！大哥，老祖宗，宗门危速啦！混账！来我清风阁大开杀戒，当真以为我清风阁没人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他竟然还在此时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当时5位大帝联袂而至，降临拜平山，那动静震动整个九州，我以为自己今日必死无疑了。算了，死前还能目睹一场大帝之战，也算是不枉此生。平平无奇的一剑，竟直接灭杀了5位大帝，一剑5杀，太恐怖了！原来大帝之间实力竟有着如此悬殊的差距，那张脸，我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忘记。我真傻，真的。
老祖宗，宗门卫送出来营救我等！老祖宗，宗门卫送出来！别叫我了，我不在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！抱歉，这信号不太好。再不出来，我就随手抹掉你们清风阁另一半了。你们清风阁10几代人的经营，可就要毁于一旦了。小的齐天拜见上仙大人。不是，这剧本不对啊！老祖宗出来不应该是大发雷霆吗？哼，你认识我？小的曾有幸远远见过上仙一面，至今印象深刻。既然认识我，想必你应该知道我的一风光血息吧？你们清风阁不是靠着我们长生门才发展至今的吗？咋做出这般忘恩负义、数典忘祖的事来？怎么想被灭门？还请上仙大人恕罪，小的也是一时间昏了头脑，这才倒向明王宗，以求在这乱世之中有个靠山，够活下去。小的清风阁倒向明王宗也是迫不得已。几天前，有人来到天山，发现了万物土的位置，想暗中夺走万物土。虽然被我发现并且击退，但我怕清风阁遭受劫难，这才向明王宗求助。从始中，小的被猪油蒙了心，只想贪墨这种植冰魄雪莲的天山，但从未想过和长生门为敌呀！小的糊涂，还望上仙恕罪。哼，不想和长生门为敌，那你们对我派来询问情况的长生门弟子动手算怎么回事？竟有这回事，我不知道啊！混账东西！看在你还能记得我的面上，姑且留你们一半道统吧。不过从此以后，这天山便和你们没有半点关系了。还有，把你们清风阁这些年的亏空库存全部送到长生门去，吃多少就给我吐出来多少。是，小的明白。走吧，咱们去看看那天山。去把咱们清风阁的库存全部装好，送上长生门去。记住，是全部，一点儿也别留。这天山还真是大呀，我还以为只是一座小山呢。原来底下还有万物土，怪不得这清风阁能暗中发育出一位准帝。没想到这清风阁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，出了一位准帝一点未曾透露。不过那老祖宗竟然还认识门主，也是个人物。这就是万物土啊！对了，大长老，为何当时我们长生门看脉师发现这万物土不拿回去啊？一方面是万物土接连此处地心，拿回去白猿山也是个麻烦事儿。另一方面嘛，自然是当时长生门好东西太多了，看不上这一小团万物土。这万物土积年累月吸取地心之力，以产生几缕万物母气。回头让人在此地设置一个传送阵，派本门弟子亲自镇守。万物母气，那可是用来滋养命气、催生极道地兵的绝世圣物啊！先将其放在此处继续培养，待将来你三人成为大帝，或许会用得上。门主，先前听清风阁老祖宗说，这团万物土被人发现了，莫非那人知道了万物母气？若如此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哼，应该是的，而且已经带人来了。在哪儿？我咋看不见？别出声，也别动。云帝大人，那滋生万物母气的万物土便在这山腰里面。确实是万物母气，此事算你大功一件。回去我会和先皇大人向你论功行赏。多谢云帝大人。这气息，还有这叫声，没错了。上次在背后拍了我一下的就是这家伙。喂，上次就是你拍了我一下吧？不对呀，
这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年轻？还有什么上次就是你拍了我一下的话，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你！上次就是你在我背后拍了我一下，对吧？阁下认错人了，我没有见过阁下，也没有拍过阁下。你不是叫云帝吗？肾虚门背后的人，想必就是你吧？我不叫云帝，我叫小云，阁下叫我小云就行。云帝大人，这人是谁啊？好尴尬啊，这下子不承认都不行了。等下，兄台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没必要打打杀杀嘛，伤了花花楚楚多不好。逃！不能回头！我可不傻，上次我全力从背后偷袭他，他一点事没有，反而震死我一条命，傻子才跟他硬碰硬。这怎么就突然走了呢？咱们不是来拿万物母器的吗？这人谁呀？云帝大人好像是被这人给吓跑的。碍眼的人消失了。门主，刚才那人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跟那个人去看一下是怎么一回事。哼，终于到了吗？应该没有追来，先进去再说。该死，怎么到哪儿都碰到那小子，运气真背。耻辱啊！不过总比把命丢了好。这小子铁定不是一个正常人，我绝不能跟他硬碰硬。关键是我也不菜啊，怎么感觉我在那人面前像是个小兵一样？哼，狗一点好啊！云帝大人，您回来了。发生了什么？地震了吗？该死，他怎么追上来了？我这是被钓鱼了，真不该回来的。逼我动用底牌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原来如此，也不知道抓了这么多人，要去哪里进行献祭。让我看看你准备了什么。红尖小杀！我让你醉！这下子，就算你是仙，也别想完好无损的走出这杀阵。这空间绞杀用来按摩不错。要不放我一马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放马的。这云帝竟然还没有真正死去，哼，有点东西吗？顺手清理一下。门主！多谢大人救命之恩。该死，又把一条命玩没了。2条命就这么没了。凤凰涅槃功也无法让我无限复活，3条命已用了2条，下次再死就真的死了，而且实力也只剩6成了。这九州大陆怎么会有这么超标的人啊？那人连战斗机会都不给，手指一点我就灰飞烟灭了，这叫什么事？云帝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你回来都不喜欢走正门的吗？哼，黑龙，你也别笑话我，那人实力恐怖的很，你就祈祷别遇到他吧。要是你碰到了，他一个眼神就能秒你了。老子死了还能涅槃，你死了就真的死了。哦，是上次你上报给大祭司的那位白衣青年？那人有点超标，告诉弟兄们小心点。哦，你和他的那一战想必很惨烈吧？说说看，那人都有哪些神通，哪些杀招，也好让兄弟们以后遇到了有应对之策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把他的杀招说出来，让我分析分析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他都没用什么杀招，甚至一点气息都没有释放出来，就用一根手指对我轻轻一点，然后我就重开了。你莫不是在逗我？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。总之，那白衣青年强的有些不讲道理。要说他的杀招，就是他那一双手。我看他杀人，就喜欢用手挥来挥去。还有他的眼睛也得注意，他看一眼别人就爆炸。那人起码大祭司才能拿得下他，甚至得先皇大人出手。好吧，先把他记小本本上吧。等这次大事做完后，让大祭司或者先皇大人抽空解决一下吧。黑龙，你抓到的猪仔多不多？借我一些。哼，我的都没抓够呢，你的呢？废话，我都重开了，我抓的那些猪仔自然是被那白衣青年给放走了，我培养的那个宗门猪仔也全没了。你居然把那人引到你的据点，这么说，你把我们要做的事情给暴露了。我不是逃回我的据点吗？谁知道那人会偷偷跟踪我？他估计只知道我抓了一群人，并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哼，先皇大人成就仙体在即，你可别把事情搞砸了。这种事被人发现了，那可是人人喊打。要是被一群大帝察觉到联合对付我们，坏了先皇大人的事，先皇大人的手段你是知道的。我明白，不用你提醒我。还有，大祭司为我俩遮蔽天机的范围就在九州大陆内，你可别越线去抓猪仔，收尾工作做得干净一些。不久之后就要进行献祭仪式了，在这关键时刻，容不得一丝差错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还培养了一些猪仔呢，是时候该派上用场了。可惜肾虚门好几万猪仔被李长生毁了，真是恨得我牙痒痒，但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哎，阿强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我怎么看你是一副失望的表情？有吗？哪有？这段时间我都担心死你了。来，干杯！这些感悟碑记载了祖师们毕生的修行经验，必须抓紧时间参悟。这长生门竟然把种植冰魄雪莲的天山给收回去了，这清风阁也太软了吧！杨玄机地魂都消散了，人家来收天山就真的给了，真是一群废物。宗主，这天山冰魄雪莲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资源，我们……正愁没有借口上长生门一趟呢，这倒是个机会。正好可以借此机会，以一个为清风阁主持公道的借口，上他长生门借那7座感悟碑一关。那些大帝都怕当出头鸟，不敢动手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先行笑纳这感悟碑了。我去一趟长生门。杨玄机都已经消散了，长生门这群人非但没有颓势，反倒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。长生门如今连一个准帝都没有，我倒要看看，还有谁能驱使那7帝留下的手段。哼！见到本帝竟然不跪，当罚！过来。怎么回事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为什么会朝这个白衣青年下跪？混账！我堂堂大帝，竟然挣不脱这下跪的姿势，我就不信了！
地强者，现在竟然在一个人面前动弹不得，这长生门到底隐藏着什么恐怖的存在？早知道不来当这个出头脑了。哎，这谁啊？怎么一来就跪着？这么有礼貌吗？明帝大人，冥王宗宗主明帝，这不是青州大名鼎鼎的霸主吗？怎么来我们长生门又跪又拜的？估计是想来长生门耀武扬威，被门主发现了。说吧，这般大张旗鼓的来我长生门上空乱飞，要干什么？这人到底是谁？长生门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号人物？我看风景呢。听说白云山上向来有云海奇观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天下午没云海啊？明帝大人，你真是来看云海的？哦，我忘了，我来看太阳的。再不说实话，我送你重开去。别！我听闻长生门有7座感悟碑玄奥无比，所以今日上门是想借感悟碑一观。我就想来借看一下，并没有什么歹念。借感悟蝶一观，我看你刚才的架势是想抢吧？误会。哦，下辈子注意就行。那可是青州霸主，门主太牛了！看来我脱离柳云宗加入长生门是跟对人了。这明帝竟然没有真的死去，怎么睡了2万多年，我的实力倒退了？下次直接拔剑吧。你们自个儿在家继续练习技能，我去就回。唉，看来这冥王宗凶多吉少了。随手捏爆我的大地分身，这是诸天万界中的人该有的实力吗？那人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之前死的那个是你分身吗？还是你已经死过一回又重生了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哦，为什么要饶你一命？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放我一命！我愿意献出冥王宗所有资源给长生门。很有诚意。不过，你消失了，冥王宗的资源不需要有人管理吗？那大人，我要怎么做你才肯放过我？现在是你求我饶你一命，得你自己想办法来打动我呀。怎么让我来想呢？我可以给前辈你当打手，我很能打的。除了像前辈这样的，我一个人能打2、3个。听起来像不错的样子。不过，我要怎么相信你的忠诚呢？我可以签订灵魂契约，只要我背叛前辈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万头噬心而死。签订灵魂契约吧。前辈，这是契约令牌，只要您捏碎令牌，我的灵魂便可破碎烟消云散。把你们冥王宗的仓库资源也一并打包过去。你也知道，我们长生门现在并不怎么富裕。是。给你1刻钟安排冥王宗后续，我在广场上等你，快点收拾。宗主，你回来了。不知长生门的7座感悟碑，你拿回来了没有？拿回来个屁！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冥王宗宗主了。我要出一趟远门。啊，宗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还回来吃饭吗？怎么，听你的意思是，很不希望我回来？不说了，走了。都安排好了。都安排好了，前辈。前辈，这是我们冥王宗的所有资源，请您过目。我今后在长生门要做什么？以后你就在这儿帮我看门。看门？怎么，不乐意？乐意，看门好，看门好。大帝看门，这怕是古往今来独属明帝一人了吧？好歹留了一条命，看门就看门吧。看门好呢，
从古至今，哪个大帝能有这个待遇？不独独我一个吗？这也是另类的特立独行吗？听说画本里面的那些扫地僧和看门的，大多都是高手中的高手，正好符合自己嘛。我这就叫深藏不露的高手风范。长生门开山祖师，雕像下方刻着这么几个字，传闻长生门开山祖师乃是一位仙人，更是那旷古烁今七帝的老师。也不知长生门开山祖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这雕像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啊？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，原来是给他看门呀。那没事了，看门好呀，看门得学。门主，喝茶呢。来盛点。门主，这是柳云宗用柳木心栽培出来的灵茶，来，我煮给你尝尝。嘿嘿。门主，来尝尝这柳云宗的特产。确实是好茶。门主喜欢就好，茶就放这儿，以后你慢慢泡着喝。你倒是有心了，有什么事就说吧。嘿嘿，果然什么事都瞒不住门主。我想让门主帮我写一些字。你的心思快写你脸上了。制作符箓吗？说吧，想要什么款式的？果然还是什么都瞒不过门主。门主，是不是你写下什么字，就能制作出什么类型的符箓？还请门主在这张兽皮上帮我写下“飘逸”2字。你这符箓是正经用的？当然是正经用的。以前和别人战斗的时候，总感觉我总不够流畅，所以就想加强一下这方面的短板。当然了，是正经的战斗。哎，都修行了，还有这方面的短板？门主，这符箓我是正经用的，你别想歪了。明白，明白。门主是不是真的误会了？还有这几张，帮我写一下风花雪月，还有雷土木，就这几个吧。哦，都写好了。好字，这几十张门主就随便写写吧，就快硬爆3个款式吧。你要这么多符箓干嘛？要去和谁干仗啊？这不是柳云宗寒碜吗？我就想拿回去给他们长长见识。行了，好吗？哎，柳一命，门主，你们在偷偷说什么？去，一边去！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别掺和。这身衣服不错嘛。切，柳一命，你跟我装啥大人啊？门主，我回去一趟。柳一命，你不是跟你爹断绝关系了吗？还回去干嘛？断一半，还有一半交情，行不行？去吧，去吧。说实话，这筷子符作我还没体验过呢，也不知道速度怎样。嘿嘿，柳云宗的兄弟们，本大爷归来了。如今我修为已至至尊境大圆满，这次回去定能两下他们的狗眼。没你们努力，进步却比你们快，嘿嘿，气不气人？善，就这么办。爹，老祖，我回来了。爹，老祖，人呢？没人，全都没人。偌大个宗门，我家被偷了。柳一命，你不是回家了吗？咋回来这么快？门主，我家被偷了。怎么回事？门主，柳云宗内没有什么打斗痕迹，也见不到任何一具尸体，全宗门上下5万多号人全部没了踪影，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。情况和之前那些长生门镇守西边灵脉的众人一样。出来一趟，家没了，这叫什么事？看来是那什么云帝干的。上次我放了他抓去的一拨人，这次他将柳云宗上下弟子全部抓去，估计是为了弥补那献祭人口的缺口。门主，求你救救柳云宗！他把这么多人抓去，主要是为了拿这些人去献祭，所以你爹他们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，这也算个好消息。所以
不用这么着急。现在主要是先弄清楚云帝会去哪儿。上次我捣鼓了他的一个据点，想必是不会再去那儿了。只是不知道这云帝有几个据点。这小子胆子倒是挺大，上次在我手底下大难不死，回去后竟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这种动作，也不知道他抓这么多人要献祭个什么玩意儿。还好自己几天前加入了长生门，不然柳云宗被一锅端，柳家就要绝后了。哎呦，胡思乱想什么呢？这不是还不确定的吗？门主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找到那云帝？让我做标记，然后追踪可以。只不过上次我做过标记的那个云帝身体已经被我捏爆了，没见到人就让我凭空定位的话，这不是我的擅长领域。门主前辈，我在这儿坐着，听到你们说你们要找人。你一直在偷听我们讲话。嘿嘿，门主前辈，你们说话也没隔音不是？我只是无意听到你们谈话，并非是有意偷听。谁在讲话？这声音怎么好像是明帝大人？他还没死吗？过来说话。前辈，你有可以凭空找人的手段。我确实有个能凭空找人的法子。明帝大人，你真的有帮我找人的法子？说说看，你有什么法子能凭空找人？前辈，我曾得到一件宝物，就是这个罗盘。此罗盘名叫天机盘，顾名思义，可以推演天机。这是我当年闯荡界海所得的一件宝物，附带使用古书，也算是我的一件压箱宝贝。只要到案发现场提取一些蛛丝马迹，我便能推算出作案人员的大概位置。你这罗盘怎么像是一个过化货？靠谱吗？放心吧，前辈，这罗盘看起来是有些破烂，不过用起来却不马虎。以前我就用它追踪过几个人，还是比较灵的。行吧，我们去柳云宗看看，能不能提取一些蛛丝马迹。你看看能不能用你手中那玩意儿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。一点也没有感应到，不应该啊。你们柳云宗平时广场上都没人吗？这广场平时都有弟子在操练。你确定这玩意儿真的靠谱？不应该一点痕迹都没有感应到呀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感应到，那只有一个原因了，就是对方有刻意掩盖天机的手段。那云帝抓人主要是拿去献祭的，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自然要遮掩一些，不然被人发现的话，岂不是人人喊打了？对方若是刻意遮掩天机，你那罗盘还能用吗？能用，大爷的，看来只能开大招了。明帝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前辈，对方有一个很厉害的天机遮掩，以我现在的天机术造诣，破不了对方的天机遮掩。多谢前辈，要不你把这罗盘的使用说明书给我，让我试试看。前辈能力通天，想必学习这天机术应该不成问题。只不过这天机术难度颇高，我参悟了几百年，也才堪堪入门。前辈若从现在开始学的话，也不知时间来不来得及。原来是这样，看起来也不难嘛。前辈不打算学这天机术了？已经学会了。啊！学会了！这天机术真有这么简单吗？把你那罗盘给我看看。果然是他。好吧，真是亮瞎了我的狗眼，狠狠长了一波见识。
这玩意儿还挺好用。这玩意儿还真不错，随便念几句口诀，便能播放以前发生的事，就像跨越时空的监控，简直是追踪别人的利器。这玩意儿我挺喜欢的，要不你说个价吧？前辈若是喜欢此物，拿去便是。你还是说个价吧。那小的希望回去之后，前辈能让我参观一下长生门七弟前辈留下的7座碑文。行，不过是7块刻字的石头而已，能换一个跨越时空的监控，这可太划算了。真没想到，这落日宗竟和那等邪魔歪道有所勾结。哦，你还知道这个落日宗？这落日宗在几年前倒是做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。落日宗位于荒州最南面，紧挨着青州边界，其宗主段运曾受人尊重爱戴。他当年突然对外喊出有教无类，录取弟子毫无门槛，功法武技全部放开，一时间大量寒门修士和散修涌去，短短几年落日宗就一片欣欣向荣，段运也博得了大好人的口碑。这落日宗宗主还真是做了一次大胆的宗门改革，不过收了那么多弟子，这落日宗不觉得起得慌吗？这点倒是有些奇怪，这落日宗这几年收弟子收得如火如荼，可地盘却未见其扩张。以前我都没太在意这些，不过现在想来，这落日宗还真是有点东西啊。怪不得奉行有教无变，看来那些加入落日宗的散修和寒门修士们，已经个个都变成了才。我去，那么多散修和寒门修士，全变成了落日宗的修炼资粮。这落日宗已经沦为魔门，荒州那几位大帝都没发现吗？想必是那云帝身上有遮掩天机的缘故，并且大帝谁会去特意关注一个准帝道统？走吧，去看看这落日宗。也不知道现在柳云宗众人被献祭了没有。对，咱们快点去灭了这个魔门，为民除害。这样不好吧？宗主，你也不想看着落日宗就这么一直平凡下去？那就试一次看看吧。怎么回事？这种感觉是以前打坐修炼从未给过我的啊！终于凑够人数了，这段时间就好好享受吧，不出去折腾了，免得撞那白衣青年。这才叫生活啊！以前都忙着折腾，快忘记享受了都。这动静好像是大阵被人撞破了。糟糕，这一幕怎么感觉如此熟悉？不是吧？我也没招他惹他呀，这也能上门来找我？撒旦！何人闯我落日宗？魔门中人就该是报应，此时还能奉献出如此华丽的烟花，也是你们仅有的价值了。哼，想逃吗？怎么会？这力量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把剑的力量，随便一缕间隙便能斩灭我10几次。前辈，饶命！饶命！不知这一下去，你还能不能像上次一样？不，灭了！看来这剑能不用还是不用为好，太破坏环境了。我也是怕这云帝像上次一样回权势复活，复活后又继续作恶，这才不得不拔剑，彻底葬送他的一切生机。手感还和以前一样，不过威力比以前强上太多了。尽管我已经尽力压制了自己的力量，只用了不到1/10的力量，这威力还是有些超出预料。这剑气又不是斩我在害怕鸡毛啊！幸亏上次我机灵，前辈一出现我就下跪求饶，不然我很可能就是云帝的前车之鉴。还好，我现在和前辈是同一个阵营的。我怎么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？我之前在干什么？如此罪孽深重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，我是落日宗的罪人。他之前既已造成那般恶孽，现在虽恢复清明，
但活在世上也是件痛苦的事，干脆了结他的痛苦吧。也不知道这云帝是什么组织，抓这么多人到底要献祭给谁？天啊！上面裂开了，有光照进来了！老爹，老祖长老们，我来也！一命！柳云宗少宗主！哎呦！靠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蠢货！这深坑要是没有阵法笼罩，那里面的人不全都自己飞出来了吗？碎。爹，老祖，这是我们长生门门主，这次多亏了他，我们才找到这儿来，将你们解救出来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举手之劳罢了，无需如此。以前玄机老祖就曾救过老朽一命，现如今前辈又拯救了整个柳云宗。长生门恩情，柳云宗无以回报。日后前辈若用得到我们柳云宫的地方，还望吱一声。柳云宗全体上下必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大地之下皆蝼蚁，我一个准帝面对那大地邪尊，竟然毫无反抗之力。这次若是没有一命带着前辈前来，柳云宗怕是难逃一劫。听沈清昌说，柳云宗向来和长生门是朋友，朋友之间顺手帮忙而已，无需这般严重。前辈，老朽有一个不解之情，能否问前辈一个问题？哦，什么问题？敢问前辈可是玄机老祖的主人？怎么，你知道我？果然，竟然真的是长生门开山祖师。玄机老祖曾和老朽提起过前辈，他说他主人是天底下最英俊和最强的人，只要见到就知道是谁了。今天见到前辈，就想起了这些话。没想到留守间有生之年竟能见到前辈这样的大能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这小子在外面倒是会说话。前辈，不知玄机老祖是否真的已经作化？他只是睡了一觉而已。原来如此，那只能等他睡醒后手说再去探望他了。杨玄机竟然还活着，之前地魂都暗淡的随时要嗝屁，没想到竟然活了下来，真够能活的。不过有前辈在，倒也合理。明帝大人，原来你也在这儿啊！怎么，感情你一直忽视我吗？我还以为你不认得我了呢。是呀，因为大帝邪修抓人欲进行那献祭之举，这事发生在青州境内，本帝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这不跟前辈一起过来，除谋未到。明帝大人高义。既然所有人都没什么事，那便回去吧。先皇大人，云帝的命牌碎了。哦，真是废物，在九州大陆那种地方都能陨落，王本座还花那么多东西培养他。确实是个废物，不过随着云帝陨落，想必他手中的猪仔已经泡汤了，献祭日期得往后挪一挪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尽快派人把那些猪仔缺口弥补上。还有，查一下是哪个作死的东西无意间破坏了本座的好事。云帝好歹也是我养的一条狗，顺便派人帮他报个仇吧。是，我这就查。咦，对方竟然也修炼了天机术，这倒是有点意思。不过跟老夫比拼天机术，班门弄斧耳。开什么玩笑？看一眼就爆炸！这是你第一次偷窥别人，遭受这么大的反噬。
那人的天机术在我之上，他的天机术造诣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，拥有天机护体，估计在整个诸天万界，没人能拼得过他。哦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天机术的最高境界已然绝迹，这诸天万界内根本没有人能够将其修炼至最高层次吧？那人估计是传说中的混沌天气体，传闻此体质应天机而生，到最后甚至能推演此界天道。此人怕是个隐患，如果不除掉，到最后可能推现出我们在做什么。如果让他推算出我们在做什么，惊动了天庭那3个人，怕……去一趟冥府，请出天字号杀手，务必要除掉那个人。虽然无法动用天机术，但那个人你应该有办法查到是谁吧？放心吧，想要查一个人的方法很多，天机术不过是最方便的法子而已。且云帝曾和我提起过那人，云帝说那人是一位青年，长得十分英俊，这是他最明显的特征。那你去办吧。什么玩意儿？可别碰瓷啊！门主，凌云商会的公子前来求见。又是来找茬的？不是，这凌云商会也是我们长生门的附属势力，每年都给我们上供一些东西。他们只是至圣级势力，只有3位至圣境，没胆子来找我们的茬儿。这次上门，估计是遇到麻烦了。这样啊，那叫他过来吧。听闻这长生门玄机大帝已经消散，如今有种泥婆婆过江的趋势。老爹叫我来摇人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摇个至圣境回去。走吧，武安，我带你去见我们门主。待会儿见到我们门主，记得客气点儿。长生门玄机稿祖地魂消散后，这门主化石人的位置，竟然不是他们大长老沈清寒。沈清寒不是现在长生门资历最老、威望最大的吗？难道这长生门还有谁比他更猛？门主，人带到了。你下去忙吧。凌云商会吴安，拜见门主。好帅的门主！现在长生门选门主，难道是看颜值？免礼，进来坐着说话。门主，这是我们凌云商会的一点点心意，还望笑纳。还挺上道，上来就送东西，想必这凌云商会真的遇到麻烦了，需要长生门帮忙。不用紧张，说说吧，来长生门所为何事？门主，这次我来长生门主要是来骂人。怎么，你们凌云商会要和谁火拼啊？其实也不一定动手，就是想让长生门几位至圣前辈去凌云商会坐镇一番。近年来，随着凌云商会的发展，商会的地盘在整个青州一些大城市扩张了不少，有扩张必然有冲突。我们和另一个同等级的四海商会起了冲突，四海商会开始只是派人在坊市里面捣乱，后来愈演愈烈，为了一座城市的地盘，直接明着开砸，闹得两败俱伤后，双方想通过谈判解决，但怕火拼，我爹就派我来，看能不能请一些至圣境长老坐镇。我知道了，谈判什么时候开始，在什么地方？3天后，泽云仙城。对了，门主，你们长生门能抽出几个至圣境长老过去帮忙？人数不重要，放心吧，我们长生门会帮你们凌云商会摆平这件事的。回去告诉你爹，让他把心放进肚子里。那就多谢门主了。放心，门主，事后我们凌云商会必有重谢。帮你们主要是告诉你们，既然凌云商会是我们长生门的附属势力，有长生门在，那便没人能够欺负你们。诶，吴安，你咋在这儿？柳少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怎么？你们认识？和这小子有些交情。对了，吴安，你来我们长生剑干嘛？你柳一命不是柳云宗的少宗主吗？杀寿城长生门的人。哦，我如今已经加入长生门了。既然我们门主说了帮你们，记得把美酒备好就行。明白明白，门主，事已传达，那我便告辞了。
望门主派人前去镇场子的时候，能提前1天去，也好让凌云商会好好招待一番。门主，上次我跟你说有狐妖猫妖的地方，便是在那他们要谈判的泽云仙城。总待在宗门也挺无聊的，去那里看看倒也不错，全当出去散散心。门主，下面就是泽云仙城了。去，告诉你们吴安大公子，说长生门3位爷来了。你们是长生门的人？放心吧，如假包换。凌云商会吴成见过长生门3位大人。3位大人能来凌云商会帮忙，吴某感激沃民。咦，柳公子，怎么是你？听说你们被人欺负了，这不跟我们门主一起来帮忙了？柳一命不是柳云宗的少宗主吗？哪儿来的门主之说？父亲，这位便是我和你提过的长生门门主。还有，柳少已经加入长生门了。见过门主，门主能亲自莅临帮忙，凌云商会真是3生有幸。3位里面请。吴会长不用多礼，一起坐吧。你小子不是说过长生门能帮我们摆平这件事吗？咋就来了门主一个能打的？那门主就是这样跟我说的，有他在一旁镇着，难道那四海商会还敢得罪长生门不成？你懂什么？可如今长生门玄机大帝座驾，威望不同以往了。他们其实已经沦为普通的圣真道统了。四海商会最近敢跟我们闹得这么狂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如果谈崩了，谁管你是长生门门主？那好歹人家门主来了嘛，你之前对人家能来人帮忙还不抱希望呢。不过这柳云宗少宗主柳一命竟然也跟着来了，如果他能替我们说上几句话，估计比长生门门主都有用。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吧。哎呦，人都跑光了，今天不会真要打起来吧？四海商会他们还没来，我们先进去吧。这四海商会好大的架子，居然到现在还没到。哟，吴成叫了不少人啊，莫非你今天真是冲着对抗我们家来的？呵呵，你总算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既然都到了，那便开始谈谈吧。呵呵，别那么着急，等一下嘛。怎么，你还有人没来？自然，你都喊了这么多人，我好歹也得喊1、2个，不然等下我都不敢说话了。什么？准地强者？这燕彪竟摇来了2位准地，玩这么大！准地境又怎么样？等下可不要在门主面前作威作福，不然道统都给你平喽。江逸尘少爷，您来了。燕彪，就是这群货色阻止你拿下这座泽云仙城。是的，江逸尘少爷。哼，小爷都来了，还谈什么谈？对了，给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江逸尘。不知江逸尘少爷莅临，冒犯之处，还望江逸尘少爷恕罪。江逸尘是荒古江家少主，那可是下州老牌地族，九州排名第2的庞然大物。燕彪怎么会接触到这等人物？哼，燕彪是我的人，谁敢动他，谁就是不给我面子。敢在这儿摆台子，你算老几？摇这么几个废物来，什么意思？想火拼呀？对不起，江逸尘少爷，我不知道燕彪是您的人，让江逸尘少爷见笑了。这泽云仙城以后归燕彪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江逸尘少爷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听说你们凌云商会之前还给四海商会找了不少麻烦，对吧？那就把你们凌云商会的所有坊市拿出来赔偿给燕彪吧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怎么
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这长生门门主真仗义，竟为了我硬刚江家少主。不过老兄，人家可是地族少主。真有意思。敢问阁下是长生门门主，凌云商会是我长生门附属，谁敢动他，就是不给我长生门面子。长生门嘛，杨玄机都作画了，还敢出来乱逛呢，就不怕家没了吗？那我今天就偏偏要动他，你能怎样？莫非你还敢杀了我不成？那就把你镇压了吧。冤啊！这长生门门主居然为了我杀了江家少主，这不至于吧？这不闹大了吗？少主混账！滚！前辈饶命！大帝，只有大帝才能弹指间灭杀准帝。原来门主是大帝，那我凌云商会又是地级道宗的附属了，太幸福了！多谢前辈。凌云商会何德何能让前辈亲临帮扶？吾诚实乃三生有幸，没齿难忘。起来吧，我也是在家无聊了，出来走走而已。既然凌云钢会是长生门的附属，有长生门在，便不会让人欺负你们。是，吾诚记住了。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！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之处还望前辈见谅。这云泽仙城以后归凌云商会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全听前辈的。你们之前砸了凌云商会不少房店，把你们四海商会的房店全都赔偿给凌云商会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全部赔偿。怎么，你摇的人来的这么慢吗？极道地兵虚空境，莫非今天有一场大地之战？这因果因我而起，未免太可怕了。本来只是我们和凌云商会的一点小矛盾，竟然惊动了两位大帝，这事真是闹大了。是何人杀的我江家后辈？老祖，就是他杀的少主。前辈，晚辈江元清见过前辈。原来是你小子，怎么，你拿着那面破镜子来是要照我吗？不敢，我这镜子就是拿着玩玩的，偶尔就照照自己是什么样而已，岂敢在前辈面前丢人现眼。没想到这尊神仙还活着，当初老祖就交代过，绝不要招惹长生门。这尊神仙计较起来，整个江家也就是他一件的事。你怎么还给他跪下了，还叫他前辈？晚辈知错，前辈饶命。我刚才镇压你们江家少主，无关紧要。那小子竟然敢冒犯前辈，罪有应得。那小子能死在前辈手中，倒也是他的荣幸。起来说话吧，你家老祖已经走了。太清老祖在1万年前已经作画了。唉，想当初你家老祖还送过我几壶好酒呢，没想他也走了。老祖要走之时，还想找前辈喝一顿酒来着，只是怎么也没找到前辈。哼，这小子，你江家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势力，咋会插手泽云仙城这种小地方的事？我也是听小辈们说的。3天前，距离泽云仙城不远的万壑山脉突然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秘境，只有至圣境及其以上才能进去寻找机缘。至于江逸晨那小子为何会来这里，你来说。是四海商会在秘境里得到一枚万道圣果献给少主，只希望少主今天和凌云商会谈判时能出面撑腰。没想到那万恨山竟有秘境现世，为何我们从未听闻过什么消息？秘境刚现世2、3天，谁都想捷足先登，自然隐瞒消息。有的也是通过贩卖消息赚取灵石罢了。小姐，要不咱俩也去凑凑热闹？嘿嘿，正有此意。这段时间我都闲得有些发慌。门主，去吧，去吧。嘿嘿，门主，那我们去了。
前辈，几天前我去一趟东海，刚屠了一条龙，肉质还新鲜呢。正好我身上还带了几坛以前老祖经常带给前辈的灵酒，不如咱们就在这儿烤着龙肉，喝些酒，等那2位公子从秘境中历练归来。李长生可是杀大地如屠狗一般的神仙大能，既然再次遇到了，一定要拉近一些关系。也好，你们江家酿的酒确实不错。多谢前辈赏脸。幸亏那2位大帝根本就不在意我们3个蝼蚁，没想到今天竟有幸见到2位大帝的强者。走吧，回去后把所有访事都交给凌云商会吧。活着比什么都好啊，其他皆是浮云。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越多越好。与其冒着风险去抓人，不如稳坐钓鱼台，等别人进来送人头。没办法呀，我也怕撞上杀死云帝的那位白衣青年。还是这种方式好啊，就这么坐着等别人进来送人头就行了。以前为什么就没想到呢？听大祭司说，他已经请了冥府的天字号杀手去暗杀那位白衣青年了。冥府那群人做事倒是挺效率的，下手也狠。也不知道那白衣青年领盒饭没有。臭死了！不知道洗洗啊，出来就是污染空气。混蛋！我杀了你！少爷，快杀了他！终于到了。死在我手中的人是没有资格给我留下印象的。长得还真是俊俏啊！本来本座这次还有许多单子，杀你这个单子要排到很后面的。不过没办法，雇主给的太多了，很舍得出钱。你小子能死在我的镰刀之下，也算是一种荣幸了。看他还在享受着美酒，估计想不到自己等下就会死去吧。来，前辈，我再敬你一杯。能跟前辈你这样的人畅饮，江元清3生有幸。不错，你们江家的灵酒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。前辈你喜欢就好。方才好像有一只老鼠从城外跑到那瓦片下方，那只老鼠好像还是一只大帝，且现在还在看着我。死吧！大帝在我眼里也只是收割的杂草罢了。前辈小心！为什么受伤的是我？刚才那股反震之力几乎要将我全身震碎。这辈子从未遇到这么硬的人，即使是师尊，全力一击也绝对做不到让自己受到这么大的反冲之力。师尊可是这诸天万界最顶峰的几人之一，没想到这次暗杀的对象竟然比师尊还要猛！该死，二店主误我，没差个屁，这简直就是让我来送死！还好我能在虚空黑暗缝隙中遁走，逃跑时又能隐藏全身气息，那李长生应该追不上我。终于来到域外了，总算是逃过一劫。打个招呼就走，不太礼貌吧？定。动不了了，好绝望。八尘大帝巅峰，你是冥府的坤虚子？冥府？冥府好歹也是唯一能和天庭扳手吊的杀手势力，他怎么连这都不知道？前辈，冥府是诸天万界的一个杀手势力，且专门接大帝的单子，诸天万界的大帝都十分忌惮。至于这坤虚子，则是冥府顶尖天字号杀手，外号大帝追国者，接下的单子还从未失手过。这么说，是我打破了你的生平记录，
怪不好意思的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前辈放我一马，从此以后我和前辈井水不犯河水。哼，可是你们已经来犯我了呀！我听说冥府一旦接触单子，就会不死不休，直到暗杀对象死了才肯罢休。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要是地府袁不断派人来，这岂不是送人头？我还以为是云帝背后之人呢，没想到竟是个杀手。这云帝背后的势力倒是谨慎。你知道雇你来暗杀我的雇主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冥府接单有秘密据点，雇主只需在牌子上写下名字和报酬，加钱就见机。我杀云帝也不过才2、3天时间而已，你这就找上我了。看来那雇主很舍得出钱吗？既然不知道雇主是谁，那就陨灭吧。八重巅峰大帝随手一点便冲开去了，前辈还是一如既往的猛啊！前辈，不如去我江家做客，继续喝酒助兴如何？正好去看看江太清的坟墓，顺便在他的坟前倒几杯酒。往秘境丢了些微不足道的草药金石，就引来这么多修士，果然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可以收摊了。这地方竟然没什么危险，而且我们还捡到了不少宝贝。啊！天上还能掉馅饼，这秘境真是有点意思。我们守着这1亩3分地，坐等宝贝刷新就行，不用像以前那样去闯关了。没想到这里竟刷新了一枚万道圣果，就拿回去给大长老，看能不能助他突破至准地。这宝地可不是你们2个至尊境小辈能够染指的，快滚！想抢我们的地盘，做梦去了！可恶，这2个至尊境身上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符箓？我们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符箓。坐等宝物刷新的感觉真好，要是可以，我宁愿在这地方待上几年。不好，出口不见了，我们怎么出去？接，小家伙们，别急着走啊！还是钓鱼喝酒的日子舒服。前辈，刚收到消息，万壑山脉的秘境消失了，同去的修士也都跟着不见了。这味道怎么感觉如此熟悉？估计是云帝的队友吧。选择这么个方式带走修士，确实能让人们觉得理所应当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。前辈，之前我已经去看过一次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痕迹。万恒山寨周围的空间我都搜索过了，没有哪片空间能隐藏秘境。那秘境好像是真的凭空出现，又凭空消失，似乎不是哪个作画的修士或者什么远古势力留下的。走吧，去现场看看就知道了。秘境入口在哪里？前辈，这边，就是此处。据江家那些进入秘境又离开的小辈说，那秘境的入口就是从这座山峰的上方垂落而下。起，这是什么推演手段，竟能将画面呈现出来？这龙角男子是一位化形的龙族大帝，他手中的水面画是一件空间类至宝。原来这秘境是一位大帝动用空间至宝人为催动出来的，还真是和我想的一样。看来这龙角男子和那云帝应该就是一伙人。还能这么玩？他往东边大海去了。那是什么地方？
这位龙族大帝抓这么多修士，莫不是要给什么东西献祭？前辈知道他要献祭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他抓这么多修士要献祭给什么东西，不过我之前杀过一个和他做同样事情的人，他们估计是队友，显然是什么邪魔组织。怪不得，看来之前来暗杀前辈的地府天字号杀手昆虚子，应该就是他们组织雇的。走吧，咱们过去看看。鲜美。还有10天，总算可以拿着这些人口去交差了。早交差早轻松啊，不然这活计若被人发现，就要被天庭追杀了。睡觉，也不知道最近怎么眼皮老是跳得紧。有大祭司给我布置的天机遮掩，应该没人能发现我吧？都怪云帝这个混蛋，死了连累我也跟着提心吊胆的。你说，门主现在知道我们被抓了没？应该知道了吧？天杀的！我还真的以为那秘境会源源不断的掉馅饼呢，没想到竟是陷阱。切，老子以后再也不会相信天上掉馅饼这种事了。谁能想到一个大帝会无聊到丢宝物掉我们这些蝼蚁？门主来了！外围大阵被破了，是什么人？别动了。是你？你竟然还没有死！该死！大祭司不是请地府天字号杀手去暗杀这个人了吗？为什么他还活着？冥府的效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低了？你说的是那个地府的杀手吗？那人已经死了，连地府天字号杀手都对付不了这个人吗？云帝死的不冤。大家都赶快回家去吧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门主，人没事就好。要不把你们组织说出来，我留你一句全屈，如何？大祭司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施下了禁制，我想说也说不出来呀。前辈，我修炼过一门高阶搜魂术，要不让我试试？没用的，好吗？走吧，先回去。黑龙陨落了，不会又是那白衣青年干的吧？该死！这地府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三位店主大人，昆虚子陨落了。你说什么？昆虚子的命牌碎了，他陨落。不过是暗杀一位九州大陆的大帝而已，怎的就把自己搞陨落了？不应该呀！看来昆虚子是遇到硬茬了。怪不得谷主会舍得出那么高的价。三位店主大人，我们冥府向来接到单子就不死不休，但昆虚子这种老牌天字号杀手都折在对方手中，我们是否还要派其他杀手去完成这个单子？哼，我们冥府什么时候逃过单？不过是一个硬茬而已。既然昆虚子这种粗暴的硬方式行不通，那就来软的。阿妹，过来一趟。师尊，你找我？去一趟诸天东域九州大陆，暗杀一下这个人。好俊俏的男子。你可不要轻敌，生出轻敌之心。昆虚子已经折在李长生手中了。弟子知道了。去吧。
雇主让我们在10天之内杀了他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弟子知道了，弟子定将那人的人头带回来，给坤虚子报仇雪恨。竟然要我们暗杀这么硬的人物，那谷主是谁？是不死教的大祭司。不死教，近年来不死天皇仿佛消失匿迹一般，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动作。要杀一个人，竟还来我们冥府找杀手。星星是他们人手不够吧？听说那不死天皇在搞一件大事，不能随便离开他的那座宫殿，不然他的人也不会找上我们。哼，不死教现在已经如此不堪了吗？要杀个人还来找我们冥府，害老夫损失一位徒弟。三弟稍安勿躁，这次暗妹出手，必定能杀了李长生，为你爱叔报仇。暗妹这小妮子，我倒是对她有信心。要不先跟他聊聊，再将他镇压。真俊俏啊！哦，什么鬼？天上掉老婆了？这是真人吗？还是我喝醉了？你没事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已经施展了生灭梦道，即使是专门修炼灵魂的大帝，也会被他的梦境困上片刻。既然来了，别这么着急走嘛。说说吧，是冥府那一伙的，还是云帝那一伙的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都主动来找我了，都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对了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是哪方势力的人呢？冥府。你知道雇佣你们杀我的公主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们冥府对雇主的身份是一概不知的，只知道接到单子就不死不休。上次坤虚子来暗杀你，折在你手中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好吧，你可以走了。你要放我走？我一向比较怜香惜玉，一看到美女就舍不得痛下杀手，辣手摧花的事情我可做不出来。像你这样的美人，就此陨灭，天理不容。才怪，放你走只是想顺藤摸瓜端了冥府总部。况且我已经在你身上留了极隐蔽的定位，你发现不了的。你真的要放我离开？当然，回去跟你们家长说，我不愿意树敌太多，让他们别派人来找我了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。跟他们说，从此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我毕竟是来杀你的，而你却饶我一命，这是我理亏。我暗妹欠你一命。严重了，严重了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这样的人真是有意思，那下次我来找你，和你畅聊个痛快。非常欢迎。再见。哼，鬼才相信他的话。师尊，那人危险，勿要派人再来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没安那么好的心。还真是好手段啊！要不是我精修灵魂神通，怕是找不出他在我身上留下的气息追踪。这人太可怕了！之前听他说了一个定字，自己就动不了了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仙法言出法随吗？回去之后得告诉师尊，把这个单子给退了。那人确实太可怕了一些，和他闹得鱼死网破，明主不值得。鱼可能会死，但网却未必会破。师尊，我还以为你失手被杀了呢，但你的命牌却没有碎。怎么，这几天你都被那人追杀吗？他在我身上留下了追踪痕迹，我花费3天时间才除掉。如果让他找到总部，我怕会招来天庭的危剿。要我说，你就不应该除去那追踪痕迹，让他主动找上门来送死，我也好好报一下杀徒之仇。确实，这地方不错嘛，暗无天日，很符合你们冥府的名字。什么？你
送你上路。混账！冥府之内，岂容你放肆！不堪一击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人很诡异，一起动手！好。定。这是仙法。呵呵，你们不是接单子接得很爽吗？无缘无故赶来招惹我，这就是下场啊！唉，其实我并不喜欢讨伐的，可为何偏偏有人要置我于死地呢？怎么，姬家和王家那两人不来吗？阿弥陀佛，那两位生怕重蹈2万多年前的家族覆辙，所以就不参与了。哼，2个怂包，长生门那人估计早就飞升或者作画了。如今长生门无人主持大局，正是灭门雪尘之机，这都不敢来。是啊，感悟碑有通仙之法，此等天大机缘，别到时候说我们不叫他们。走吧，今日我定要一斧子将那白白山劈成2半，为2万多年前的太古老祖报仇。隐忍了2万年，终于等到长生门没落的这一天了。当年李长生一剑秒杀我们5家老祖，甚至将我们当作他弟子的踏脚石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如今李长生消失，他那7个弟子也已飞升，连为长生门护道的杨玄机都已油尽灯枯，正是我们复仇的良机。2万多年前有5个人过去送死，今天又有3个人去送死。2万多年了，何必呢？老子说过，今天定要将这白灰山砍成2半。门主李长生就在后山，看来用不着这几块大地玉石了。李长生前辈没有出手，看来是要看我这个看门的称不称职了。明帝，你吃饱了撑的，阻止我作甚？找死吗？3位前辈，听晚辈一句劝，快回去吧，说不定还能保存一些道统传承。怎么，明帝，这长生门已经被你明王宗捷足先登了？话不要乱说，我如今已经是长生门的人了。不过区区3重大地，废什么话？看我一斧子将你劈成2半！也是好久没看人打架了，希望斗得精彩一些。是李长生前辈出手了，我的状态居然瞬间拉满了。这明帝有古怪，我去帮金战天尽早解决他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体内的力量被死死压制住了？你们2个就待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吧，就不要去凑热闹了。是他当年灭了我们5家老祖的李长生，他为什么还在人世？你们猜一下，上面那2个人，谁会先被打下来？猜对了，我放你们和身后的道统离去。明帝会先被打下来。金战天实力远强于明帝，可千万不能输啊！这关系到我们的命。给我下去！什么鬼？怎么越来越猛了？我们猜对了，前辈，您可不能食言啊！这位前辈身份超然，断不会出尔反尔，我们有救了。哼，我不吃牛肉，
只要你是敌人，谁跟你们信守承诺？前辈，那金战天是天生战体，越战越勇，状态比我拉的还满，我搞不赢他。怎么，堂堂青州明帝就这点能耐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个人怎么可能还在？感知不到羽化帝尊和智慧魔师的气息了，奇迹都不曾留下吗？我知道我今天不可能逃得掉，也不可能是你的对手。不过，就算明知是死，老子也要给你来上一斧子！也不知道这斧子有没有落到那人面前。世人眼中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的大帝，在某种存在眼中，也是这般的渺小。营弟，你去把他们3人身后的道宗给清理了。是，前辈。幸亏没有答应金战天他们，不然这3个蠢货我就知道玩不得，这下子把家玩没了吧。从今天起，几家在外子弟技术给我喊回来，开始避世。长生门又要来波大的了，惹不起啊，惹不起！苟起来才能避免和长生门起冲突。传我命令，从今日起，王家紧闭山门，开始避世。成了，我终于成了！先皇大人，终于成了，不愧是仙体呀！恐怕这诸天万界，没有人能比我更硬了吧？从今以后，我便无敌于诸天。恭喜先皇大人成就仙体！小的们，请去尽情享受这世间的生灵吧。那就从这玄天界开始吧，我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去吧，尽情的去享受吧，本皇会为你们护道。先皇大人，1年前杀死云帝和黑龙那人，我们曾请出冥府天字号杀手去暗杀，不过似乎没有成功。且自那以后，冥府已经销声匿迹1年，我想这会不会和那人有关？哼，你不说，我倒是差点忘记那小子了。这冥府关门歇业，估计就是和那小子有关。能把地府打到自备，看来那人应该也是个不凡之辈。莫非他也是一位修炼出仙气的大帝，苟在九州大陆扮猪吃虎？管他有没有修炼出仙气，等小的们把这玄天界精气吸干，再去取那九州大陆吧。我也顺手解决那小子。操劳了几千年，你不去吸收一些精气，补补身子？既如此，那老朽也去补充一下吧。尽情侦查吧，这沉寂多年的黑暗动乱再次降临了。无果！真痛快呀！好久没有吸收过这么多精气了。孽障！什么？7重大帝？呵呵，区区4重修为也敢来阻挡本座，找死！难道今天注定要陨落于此吗？以柔克刚嘛！明知不敌的情况下，不逃就算了，竟还敢主动找我冲杀过来，这在闹的哪一出？既然不是你的对手，那就请你尝尝老祖附体的威力吧！疯子竟然选择大能夺车，那是先皇大人的手掌。多谢先皇大人。继续去吸收吧。是。
这些资源就滋补我的属下吧。先皇大人，咱们接下来要去哪儿？走，去九州大陆，顺便解决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。走走走，下一场继续嗨！黑龙便是在此地陨落，没有半点战斗波动，看来黑龙是被那白衣青年瞬间杀死的，有点意思。没想到九州大陆这种偏隅之地竟有这等存在，也不知这白衣青年是何等修为，是否修炼出了仙气。走吧，看看去。这酒的味道倒是越发醇厚了。清雪师妹，小心我的重击！东边这股能量波动不对劲，居然有人在此发动黑暗动乱。前辈，有人在东海发动黑暗动乱，看样子快要登陆了。有点意思，倒是好久没有看到这种玩意儿了。前辈，等等我！大长老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有一群孽障在发动黑暗动乱，咱们就别去凑热闹了，站在门主布置的结界里面看就行。这是有人又活不起了吗？活得起也好，活不起也罢，反正门主出手，他们今天都得死了。狂师，你过去那边一点，别老抢我的精气。这么贪心呐？还有那么多，看撑不死你！哦哟，黑鸭来了个人，估计是九州大陆本土大帝。咱们不如联手将其活捉，把他吸收。大帝的能量可比其他杂鱼多多了。可以，那就出手利索点，别让他逃了。不，先皇大人，大胆，竟敢杀本皇手下，罪该万死！我靠，这气息可得躲远点儿！不过，先皇大人，就是他杀的云帝和黑龙。呵呵，小子，能接我一指而不死，你倒也足以自傲了。聒噪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仅一眼就折损了我一大半仙体。空间居然被锁死了！能被我瞪一眼而不死，你倒也足以自傲了。先皇大人成就仙体后，怎会被这白衣青年如同蝼蚁一般碾压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3只重头，3根至尊骨，不错。看来云帝他们抓人就是为了献祭给你了。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无意冒犯前辈，前辈饶命！我愿为前辈效犬马之劳。效犬马之劳就不必了，不过你身上的几样东西倒是有点用处。不要！再借你的至尊骨一用。不！我的至尊骨。天啊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这3根至尊骨质量不错，正好给萧绝他们一人安装一份。不死天皇够硬，留着可能有用。
前辈饶命！我们也是被不死天皇胁迫做事的。他这么多年一直仗势欺人，我等若不从，他就要灭杀我等啊！是啊，前辈，我等绝非自愿，求求前辈饶我们一命。鬼才相信他们的话。之前吸收精气的时候可弯着来。前辈，已经结束了。门主，结束的这么快？说什么呢？门主一向很快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哼，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门主，这次发动黑暗动乱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是那云帝背后的组织。竟然是他们！这是重瞳和至尊骨，质量都非常不错。你们3人正好一人一套。好强横的威能！咦，这装备还真好用。重瞳可勘破虚晃，不仅有重瞳，还有至尊骨遗址。你3人命真好。一晃500年，如今我长生门势力已遍布整个九州大陆。这一觉睡得真舒服啊！气血恢复到了巅峰，最主要是颜值变年轻了。这棺材真是个好宝贝啊，不愧是主人带回来的。这不明帝吗？怎么修为都来到6重大帝了，比我还强？不错不错，都达到准帝境巅峰了，历练一番，便能冲击帝境。江元清，你来我们长生门干嘛？来陪前辈喝酒呢。没想到睡了500年，你竟变年轻了，可喜可贺。醒了，看来这九州大陆的浪子又要出去浪了。主人，你可别污蔑我，我已经决定修身养性，以后一心修炼。龙肉啊，我可是好久没尝到这口了。萧绝、清雪，你们师尊醒了。见过师尊。不错，重瞳和至尊骨是主人帮你们移植的吧？哇，杨老祖，原来你年轻起来这么帅！你这柳云宗的小子，怎么也在我们长生门？杨老祖，我早在500年前就加入长生门了。100万纪元，仙路开启，成仙契机就在其中。